各位大家好，这次要介绍的是 Nuo Crystal Metadata 的新功能 HTTP Notify。使用 HTTP Notify 的事前准备，我们需要有 Crystal 的韧体版本要到 3.18.0000.0133 以上。NewCli 的版本需要到 3.18.0000.0034 以上。那未来在正式 release 的时候，版本号应该都会超过这两个。HTTP Notify 需要一个 plugin 的安装才能新增在上面，版本是 2.1.3.2。最后一个是需要 metadata 的授权，那需要的授权类型是 generic post channel， 依照使用来申请数量即可。在做 HTTP Notify 的测试与检查的话，会用到哪些工具？第一个，发送 API 的话，这边推荐使用 Postman。如果想要对风暴的内容看得更仔细的话，可以建议使用 Wireshark。如果说我们想要及时看到 HTTP Notify 里面传输的资料内容，可以推荐使用一个线上工具叫 Request Catcher。在等一下的 lab 的时候，我们可以来逐一看看它们有哪些功能。HTTP Notify 适用的产品包含有 Crystal， 还有我们之前的 Main Console 现在都支援的这些功能。什么时候会使用到 HTTP Notify？ 现在系统跟系统整合的时候，会需要做一些资料的接接，比较常见使用的格式就是用 HTTP Notify， 在里面跑一些 JSON 来当 API。比方说车牌辨识到车牌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事件，那我们需要把这个事件告诉给其他的系统。在这个 HTTP Notify 里面，我们就会包含了这个事件的名称或者是一些车牌号码，用 HTTP 的方式推送给另外一个系统去做接收。Nuo 的 metadata 可以使用很多种不同的资料来源，比方说这次要介绍的 HTTP Notify， 或者像 Modbus TCP， 或者来自于 TCP 直接传输字串，都可以来做 metadata。那 HTTP Notify 现在被广泛的去使用，很多系统都会具有这些功能，比方说车牌辨识、人脸辨识、门禁系统、AI 行为分析、真烟真火等等系统，大部分现在都会具有 HTTP Notify。资料进到 metadata 之后，我们可以来跟影像做一个结合，使用 OSD 的方式叠加在影片上，让使用者可以更直观的去阅读。我们也可以在收到之后去做一个事件的定义，来做一个事件的触发。比方说，我从门禁系统里面收到的文字里面带有非法卡三个字，我就把非法卡三个字当成关键字，只要文字里面带有非法卡，那我就符合我的触发条件，我就可以去做一个警报的触发。那能够做什么样子的触发呢？比方说发送 email， 或者是开启 DO， 甚至我可以再转发 HTTP 的 command， 比方说我以门禁系统或者像 EMS 系统等等，我用它的 Web API 发送给他，告诉他说现在这边有侦测到一个事件，那就可以去再做一个第三方的系统联动。接下来我们来开始实际操作的部分。首先，我们打开 NewCli 连到 Crystal 系统之后，可以先来看一下现在的版本有更新到 3.18.0000.0133。那 NewCli 的部分我已经装好了，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来新增 Plugin。那我们点到 Metadata Server 之后，这边有个标签可以看 Plugin 总览，就会发现在目前的 Plugin 总览里面没有看到 HTTP Notify， 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新增的。那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按加来把 plugin 的档案加进来。那接下来我们就找到 plugin 的储存位置，找到 plugin 的储存位置，汇入 2.1.3.2 的 HTTP Notify 插件。汇入完成之后，我们现在来看 plugin 总览里面现在就多了一个 HTTP Notify 的功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做实际操作练习。那我们回到 Metadata Server 这边，往底下按加，选择新增一个 HTTP Notify 的来源。好，在这个 HTTP Notify 的来源名字，我们可以先随便取。那我自己的习惯可能会把它取得跟 port 号一样，那这个就没有一定。HTTP Notify 我要使用的是7001 port， 这个 port 可以随意更改。那尽量不要用到系统一些内建的 port。那其他的 port 都可以随你使用。再我可以去定义，如果别人用 API 传送资料给我的话，我希望他有做一个账号密码的验证，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定义账号密码。这个账号密码的部分的话，其实跟我们系统所使用的账号密码可以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就算假设今天有人用截取的方式，或者是
透过 API 去得到这组账号密码，它也没办法登录到监控系统里面来做使用。所以说这个我们可以来做随意的定义，只要它传 API 给我们的时候，使用的是这组账号密码就可以了。那这是一个 port 的来源的部分，底下接下来就可以去新增，在这个7001 port 里面，我可以有多少设备传入，点到下面 metadata 设备这个地方，名称一样可以随便的定义。API URL 就是说，如果今天想要请对方送 API 进来的话，可以用什么 URL。再来这边会有个 Event Filter， 好，我们来解释一下到目前为止这些栏位代表什么意义。我们今天测试工具以 Postman 为例，那我们今天假设要做 HTTP Notify 用 API 做接接的话，一定会输入哪些东西？第一个一定要输入网址，这个网址。那这个网址是由什么构成的？我们来看上面，前半段就是 server， 也就是我 metadata server 的 IP。port 要从哪一个 port 送进来？刚刚我们在新增来源的时候，这边就有看到，我这边定义的来源要从7001 port 送进来。所以这网址这个地方就会带有7001 port， 这个 port 当然是可以改的，改多少都可以。那对方送给你的时候，就要按照你定义的 port 来送给你。最后一部分是接收这个 API 的网址，网址从哪里来？就是在这里 API 的 URL， 系统预设会出现 API 斜线 HTTP Notify， 你也可以改啊，比方说你要接门禁的话，你就 HTTP ACS， 或者是 API 斜线 ACS。那对方送给你的时候，这个 URL 就要跟你这边打的一模一样，否则就会跟在上网打错网址一样，会发现说找不到东西，连不到这个网站。那这些都对了之后，才会有办法去把 HTTP Notify 送过来。那如果收到的话，最后我们期待所呈现的结果会怎样？就会在我的画面上面去把整个 HTTP 收到的资讯全部叠加显示上来。那资讯是什么？就是在 body 在那个 HTTP 里面会有个 body 用来做所有的内容的陈述。那这个内容的陈述的话，就会讲到的就是这里面的 JSON 的内容。刚刚我们有看到 Event Filter 的栏位，那这个栏位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我们来这边做一个解释哈。假设今天有个门禁系统，它有3台卡机 ACS 01、02、03这3台卡机，跟我们的系统去做一个 HTTP Notify 的借接。那对门禁系统来讲，它就会知道说，好，开给它一个 port， 然后来源，然后告诉它 URL， 网址要打斜线 API 斜线 ACS event。那不管是第一台门禁ACS 01、ACS 02、ACS 03的资料，通通都会往这个 port 里面去丢。那假设我今天安常的环境状况是 Camera 01，刚好是在拍 ACS 01的这道门 ，Camera 02就是来拍 ACS 02的这道门。Camera 03就是用来拍 ACS 03的这道门。那我希望怎样？就是 ACS 01的刷卡资料需要去跟 Camera 01去做一个绑定。那全部都从一个 port 进来的话，我要怎么去做拆分呢？好，这边我们就会去做个 Event Filter。这个 Event Filter 就像一个交通警察，他就会去辨识说，好，假设今天的文字内容里面带有 Device ACS 01的文字的话，我就把这个 metadata 往这个 camera 领域去做绑定。假设收到的资料里面带有 ACS 02的话，我就把这笔资料去跟 camera 02做绑定。那如果有 ACS 03的部分的话，我就把这一个去跟 camera 03的资料做一个绑定。那这样的话，每一路才会正常的跑到它应该去的位置。那回到这边，我们现在就知道它的意思。假设今天我收到的 API 里面带有这一串文字的话，补充一下，这串文字的内容必须跟 JSON 一模一样。所以当我们收到这串文字的话，就是我要接受的目标，其他我不要。测试的时候有时候只是想要先试试看能不能通的话，其实这个地方可以留空白。那留空白的意思就是不管你送什么我全收。我没有去做一个 filter， 但是实际上使用还是不要这样比较好。再来看到 content filter 下拉式选单，预设是 no filter， 表示说我收到的 JSON 所有的内容我通通不做过滤，全部接收。选单里面还有2个功能 delete 跟 add， 那这些全部有什么功能？我用另外一张图来解释。有时候 third party 丢给我们的 HTTP Notify 的 JSON 内容带有很多的标签，那有些可能是我们不感兴趣或者不需要的。如果我们全部都接受的话，其实我们之后再整理也会很麻烦。所以我们这边有做了一个 filter type， 可以做一个初步的过滤。如果选择是 no filter 的话，底下 filter 的栏位不管打什么都没关系，因为全部都会接收。
如果选择是 deletion 的话，底下的 filter 假设我输入了 name、store、region 这3个 name， 最后的接收结果会发现这3个 name 的内容都不会被保留。那如果是 add 的话呢？假设我今天是用 add 的方式，然后底下输入的是 type plate number， 意思就是只有 type 和 plate number 会留下。那这边会比较特别要注意的是 plate number 在所以 LPR 这一层也会顺便被保留下来，其他的通通都不要。再来就可以点到筛选这边来做 API 的测试。那筛选资料这个地方代表说我等一下要怎么整理这个收到的 JSON。那一开始预设应该是无筛选档案，那我们这边就可以来做一个新增。假设我今天想要收的东西都是针对同一个门禁系统传来给我的话，那我这边就可以来输入一个 ACS。我刚才跳出来是提醒你这一改的话，只要套用这个筛选规则就会跟着一起改。好，今天统一就是说我要针对这个门禁系统来做一个筛选取代的功能。好，那编码的部分只要是网页通常都是用 UTF-8。然后这个10秒就代表说我收到的第一笔资料之后，10秒内再收的我都当成是同一个事件。那我希望及时一点，我收到了之后就每一次收到就是一个事件的话，我可以把它改成1秒。那接下来我们就这边就可以按下一个从伺服器截取资料，然后按了之后它就会出现已连接等待资料中。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对着这个 HTTP Notify 的 port 来送资料做测试。怎么送呢？就是用我们之前讲的 Postman 的工具来送。那我们开启 Postman 之后，就可以到上排这边点一个加。好，我们来新增一个 API 的测试。那在前面这个 method 的部分的话，我们可以用 post 或 get， 其实都可以。好，那再来的话就是要输入网址。那网址的部分的话，好，我要对这台 server 送，就是我的 metadata server。好，现在 IP 是这个。那我们刚才开的 port 是7001 port 嘛 ？URL 是什么？我想要对这个 port 送 API， 那 URL 也要对。我们前面所定义的 URL 就是 API 斜线 HTTP Notify。好，这就是 URL 的部分。那接下来要测试的话，刚才我们还有定义什么东西？验证。好，那我们这个地方就验证的部分，我们支援的是 Basic 跟 Digest 都可以。那我们先用 Basic 这边来做测试。账号密码的话，刚刚忘了说，账号密码这个地方其实预设帮你填好的是 admin。那如果你觉得之后你自己要做测试或者真的要使用的话，这个地方可以记得要改。如果把账号密码的栏位都留空白的话，那就变成不做验证。那改了之后呢，Postman 这个地方如果要测试的话，也记得要设对，或者是你要告诉别人要送给你的话，这账号密码是什么，一定要设的一样。Header 的部分这个地方很重要，一定要输入 Content Type 是 Application JSON。好，这个地方一定要 Content Type Application JSON。Body 的部分的话，就是我要送的实际的内容资料。好，那我们这边就选弱，选弱的话，后面会看到它这边就是带 JSON。如果前面 Content Type 没打的话，它可能会预设给你送 Text 啊，那我们不行，我们一定要用 JSON。Body 里面 API 的格式是什么呢？注意听哦，只要符合 JSON 语法就好。Node 的 HTTP Notify 没有限制一定要送什么 API 格式，只是还记得这个类本我们前面有设定 Event Filter 吗？Device Name: Device 1要带有这个值才会收，所以内容一定要有这个。如果今天送出来的 API 的话，它是最后一笔，那打到这边就可以。假设你要送其他资料的话，不是最后一笔，一定要有一个逗号。好，接下来继续输入。这边可以看到我们 Postman 上面已经出现一个红色的小蚯蚓，这代表什么？代表 Postman 已经帮你检查到我们输入的 JSON 语法有错。如果送到 Metadata 这边的话，就会显示语法有错，它就没办法帮你收。所以这个用 Postman 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因为它可以帮你顺便检查语法是不是正确的。那再来，我们想要输入第二个值的内容，比方说，我今天想要输入的第二个 name 叫做 test， 标题叫 test， 内容我输入123。好，因为它是最后一行，我这边就不要用逗号做结尾。然后我们回到刚刚的筛选，好，开始筛选。我这边按下送出。好，可以看到这边 status 200 OK， 表示我们送出去找成功。如果不是200 OK， 比方说4开头的，那表示一定有错。
那错的部分就要来检查错在哪里。通常常见的是406的错误，406错误的话，那你可能要来检查一下 content type 这个地方你是不是有送错。如果是401好，401的话，通常叫做验证失败。那验证失败的话，一定就跟这里验证有关。好，那我们刚才送出了之后，我们回来这边看。好，你看这边已经有收到的东西，它原始的资料格式就会这样子把你呈现出来。好，那我们接下来这边就可以把它停止接收资料。再来要怎么整理？这边可以这样把它框起来，告诉它这是开始，最后这里叫做结束。原始资料里面的开始和结束标签其实是系统自己产生的，用来区别每次接收到的头尾用。假设我今天想要看到 time 等于，我就把它 time 等于，这边我们用替代的方式，替代成什么？时间。好，就会看到，假设我收到的资料里面带有 time 等于2个字，我就会把它转换成时间。假设我今天看这个开始看得很不顺眼，好，那我们就把开始也做替代掉。也不一定要替代，我用直接省略掉。好，那开始就不见了。或者我今天点大引号，我也不想看见，我就把它都省略掉。好，这样就可以去对它去做一个文字的转换。比方说，我今天看到 device 等于1，好，我就把它整个复制下来。device 等于1，我把它取代成什么？好，1号门。好，就可以看到最后的文字就被我们整理成这样。好，那如果都 OK 的话，这边记得做一个上传。好，假设我们今天收到这样的 API 的话，它就会自动把它整理好。那接下来我要怎么把这笔 API mapping 到指定的摄影机呢？我们到 metadata 显示这个地方。metadata 显示这个地方，我们先看相关摄影机，我就可以把摄影机的部分关联到哪里。比方说，我今天想要关联到 A24这支摄影机，好，我就这样选好。那再来这上面的部分就可以去做调整，调整什么 OSD 想要出现在什么位置，画面上的哪一个位置，然后我也可以去改它的字型，比方说我想要把它改正黑体，为了正黑体跑下去，随便，好，先选一个。字体大小它太小了，眼睛不好看不到，我们把它调大一点。字体颜色背景，好，背景颜色我们把它换绿色好了。然后字体的颜色黑色我们不喜欢，我们把它调蓝色，看很不舒服，这样子好了，一样。我们会吃黑色好了。好，所以说这边的文字大小、颜色、位置，通通都可以去改，甚至可以去改它的透明度。好，那这些都好的时候，最后显示的模式，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假设我今天收到第一个 metadata 之后，10秒，如果我没有收到第二笔，所有的文字会通通消失，啊，画面上就不会再有文字。如果选的是这个保留交易到下一笔出现为止，第一次收到 metadata 之后，字就会一直叠加显示在画面上，叠加到什么时候，下一笔把它盖过的时候，然后第二笔呢，它就会继续持续的显示，显示到什么时候，第三笔把它盖过的时候。那这个要怎么用，就是看你的需求啊。我这边先选它，就是出现10秒之后，那字就让它消失掉。OK 的时候就按上传。那接下来我们回到即时影像这个地方，这个画面刚好是 A24这支摄影机。好，那我们再使用 Postman，我们来试试看送出来会怎样。好，就会看到绿色、黑色字体，好，位置就是刚刚我们看的位置。其实应该是要把它放大看，好，要把它放大成1:1的。那刚刚被我们取代过 device name 的部分被我们改成1号门的，然后这个地方就用1号门叠加显示 test 冒号123，这是它的内容。那到目前为止的话，表示我们 HTTP Notify 的通知方式已经 OK 了。好，再来我们可以到播放这边来看。
除了即时画面去做显示的话，我们在播放这边也可以看到有收到这个黄色的点，有收到 metadata 事件。好，我们来做播放来看，可以看到录影回放也是可以看到 metadata 所收到的资料。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在搜寻的功能异常事件列表，我们打开异常事件列表这个地方，这边会有个 metadata 搜寻，那我们就可以去指定搜寻的范围，从哪里搜寻啊？从我们刚才所新增的这笔 metadata 里面搜寻什么东西呢？我搜寻关键字等于 test，什么时间有出现过 test 的这个关键字？好，时间有错，OK，那这样子。现在时间，我这边现在时间是4:45，好，我这边打速到50分好了。好，这样就可以搜寻到这段时间之内有接收到包含 test 这个文字的 metadata 事件。好，比方说现在这边就是4:40有收到一笔，内容就是 test 123。啊，4:26的时候也有收到一笔 test ABC。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事件调出来，点2下，我们就可以看影像，或者是直接把它让拖过来，就可以到当时的时间点。好，再来还有什么运用呢？我们再回到设定这个地方来看，最后一个标签事件与通知。好，事件与通知的话，我这个可以去定义。我们来新增一个使用者定义事件。比方说，我今天收到的是文字里面带有黑名单。啊，这个事件名称叫做黑名单事件。那如果收到的资料里面带有黑名单3个字的话，我就把它当成是一个事件，可以来做警报。那再来新增通知，新增通知就是我收到这个事件的话，接下来我要做什么事，我这边就可以去新增。我要开启 DO，就是比方说让某个声光喇叭让它去叫，或者寄 email 给别人，那或者可耐端发出警报声或者影像弹出哪一只摄影机，弹出 A24这只摄影机啊，那画面就会跳图 A24这只摄影机。那再来，我还可以做别的事情，什么事情呢？这边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HTTP Notify。好，这个 HTTP Notify，等一下我再来讲，因为我现在看不到东西，现在选下去的话看不到东西。OK，那我们就做一个上传。好，现在已经有定义一个黑名单秒数调低一点，让它触发15秒就好，10秒好了，要不然会叫很久。那另外一个状况，我来新增第二个，叫做温度大于100。温度大于100就表示说我需要一个判断式，那就不会是说我等于100，那101就不警报啦。所以我不能用文字，我要用数量。那数量的部分的话，前面要带有什么？好，我带 TEMP 好了，然后 TEMP。好，等一下会说明一下哦。我这边输入，我只要收到的资料里面有引号 TEMP 引号冒号，带有这个开头的东西，后面的数值我就要拿来做比较。比较是怎样？假设我大于100，好，这首文字我这边只要看到 temp， 好，我只要看到有这个文字开头的，然后后面带的数字，那我后面的数字我就拿来做分析。大于100的话，我就做警报。那字为文字，这时候就要看你的 JSON 内容。假设它刚好是最后一行的话，那就不用打了。假设它后面还有东西，那你这边可以补个逗号，表示被这两个东西夹在中间的数值，我就会拿来做比较。好，那我们现在用 Postman 再多打一行，body 这边再多打一行。JSON 格式里面数字可以不用带冒号，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直接输入99。好，那这边有出现错误，为什么？因为前面没有逗号。好，所以说用 Postman 的好处就是可以帮你检查格式。好，那我们现在这边弄出来了。然后对，刚刚有个非法卡好，黑名单 ，event 这边带一个黑名单。
OK， 好，那我们先 API 先定义这样，然后这个地方设定完了，记得做一个上传。那接下来我们开启 Postman， 我们来试看送了会有什么结果。哦，里面有黑名单，所以底下这边跳出了黑名单警报的事件。那另外一个事件为什么没触发？对，因为这边是99。假设我们把它今天大一点，101。好，我看到温度大于100的警报事件就出来了。所以可以看到哦，我们不是只有比对文字符合，我们还有可以去做到数值的判断，来做一个警报，来当做一个警报事件的依据。好，我们来回头来讲，看一个 evaluation 里面有一个功能，啊，警报的时候要送什么东西出去，还可以送 HTTP notify。那刚才说为什么我现在选没有东西呢？好，把滑鼠点到 MS 的部分。那在这个版本里面会看到后面会多出几个东西，哦 ，Notify Book、App Notify。App Notify 其实指的是 Night Notify。那刚刚我们讲的，如果是要做 HTTP 的推送的话，好，我们这边可以去做一个新增啊 Notify Book 这边。比方说，我们今天想要触发事件的话，我想要去做一个 HTTP 的推送，推送给谁呢？好，今天找另外一个测试的网址好了。好，那原来我已经输入好了。好，那直接以我这边输入好的范例来举例。这个 action name， 好，随便定义一个名称，代表我想要做什么事情。再来，我想要送给谁？哦，这个 API 我是想要送给谁？对方目标在哪里？我用 request catcher 这个网站来模拟对方的系统。好，等一下顺便可以给大家看这个网站的功能在哪里。好，送给这个 URL。可以把它想象成我送一个 Web API 去通知别人，用的方法我选 Post， 送什么资料呢？我就送了这一堆资料去告诉对方我这边发生事件了。然后一样，我这边也可以指定如果送给对方的话，我要用什么格式，然后我这边就用 JSON 格式。如果对方也有账号密码验证的话，我这边也可以去输入对方的账号密码。然后做完了之后，想要知道对不对，其实我们这边提供一个 test 的功能，可以把这个现在看到的这个页面做一个发送测试。好，那我们来看看发送测试会怎样。啊，刚才讲了 request catcher 的部分，连到这个网站的话，它会告诉你啊，你可以自己在这边输入一个开头啊，那输入，比方说我这边输入 NUUO， 好，那它就会帮我产生一个接收器，那我 API 只要朝这个网址送进来，我就可以去接受它，然后知道它里面有什么东西。那接下来我 get start， 好，那我们这边可以试试看，按一下测试。好，我们这边要测试会怎样？好，看到送出来了，这边接收到了。接收到的话，它就会告诉我们，这边收到的验证模式的话是 basic 啊，这个后面是加密，什么加密？就是把 ABC 跟这个后面 password 我忘记了，做一个 base64的加密。格式是 JSON， 然后你可以看到内容是什么，内容就是这一大串，就是我们在里面打的这些东西。好，大家就收到了。那假设今天我把这个当成一个 action 啊，比方说像这边，如果收到黑名单的话呢，我就送出一个 action， 选择我要送给谁，我就把它勾起来。好，这个最多可以勾到5个。好，我们再讲一次，现在会遇到什么状况哦？今天如果我收到的 API 里面带有黑名单3个字，然后我就会在用户端发出警报声，然后影像也会弹出，在一个明显点，在影像的边框会闪红框，然后同时我还送出一个 API 哦，送去给别人，然后把它上传储存下来。好，我们回到即时影像，看一下我们现在的结果会怎样。好，不要太多干扰，我们把这个温度改回来。好，一样带有黑名单哦。那我们现在送出去。好，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边框闪红框，然后一样有黑名单警报的事件，然后再来
我收到了第二次的通知，为什么会收到？因为我触发了这个事件，所以我也会送 API 去给别人。比方说，我用的是，比方说门禁系统的 API，然后今天假设这个状况是一个火警，那我就用这个 API 去触发门禁系统的消防火警 API，然后就可以去把一些定义的一些门自动放锁，这样就可以做到一个系统的横向整合。现在补充示范的是 HTTP Notifier 的另外一种用法。那刚刚我们之前一直在讲解的是说，我们接收的 HTTP Notifier 就像这样子，针对 POL URL， 那 Content Type 是 Application JSON，Body 里面就是填 JSON 的格式。那有一些设备用的 HTTP Notify 的方法，可能不是像这样子送的是 JSON， 它可能只是用 GET， 然后用网址去带参数。那这个呢，其实我们也支援。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做个示范。好，那今天假设它是另外一种状况 ，URL 跟 POL 的部分这些都是一样的。那账号密码也可能会也需要去做验证。好，那这种方法可能 Body 就不用去夹带东西，那 Content Type 的地方就自然也不需要输入。那它会有的是什么东西？就是它的参数。那参数的部分的话，我们从之前的范例先复制一些过来，因为我们一样有设 filter， 所以一样要符合说，我一定还是要看到 device name 是 device one， 好，这个东西才是我接受的目标。那用这种网址的方法，它会怎么表示呢？这个可能大家仔细看一些网站的网址，应该就会有类似，就是 URL 完了之后，就会先带一个问号。然后问号完了之后，接着就是它的参数。那参数的话，这边它的表示方法就会像这样子 ：device name 等于 device one。那如果我们有其他第二个参数呢？比方说我这边打 test， 它的值我可能是打123。好，这边出来的结果就是它第一个参数结束之后，它就会带一个等 end 符号，然后再接着第二个参数。那网址如果是这样的话，直接对我们这边送过来会，好，可以看到我这边一样就会接收到。那一样 device name device one test 123 test 123，好，都一样。而且你会看到在我们这边呈现的结果，我们会把参数的部分又把它重新整理回像 JSON 一样。那所以原来的取代可以用 JSON 的方法一样去做取代就可以了。好，这就是我们如果直接用 get 的网址，加参数也是可以去接收这样的 HTTP Notify， 所以内容不一定要完全都是说好只有 JSON 才可以。好，这个用 get 的也是 OK。这个 HTTP Notify 的功能才刚出来，那各位如果使用上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底下留言或者来信跟我们讨论。